分手了，还有什么可聊的？聊那么长时间。哎姐，你不能进去。我为什么不能进去啊？他们俩都分手了，有什么可聊的呀？啊？他之前跟他妈干那么点事儿啊，我怕我妹妹受欺负。姐，应勤为了能出来，跟他妈吵了一架，他真的是来道歉的。对不起，莹莹，我妈把所有事情都跟我讲了，我必须得来向你道歉，我也必须替我妈向你道歉。不用了，阿姨说的也对，我不应该出去见你。你现在已经有未婚妻了，好好对她吧，别让她跟我一样，成为别人嘲笑的对象。这不一样，莹莹。这件事之后，我想明白了，我喜欢的人是你，我喜欢的从来都是你，不是我爸妈看中的那个人，更不是那一层膜。只有你才会真心真意对我好，只有你才会担心我。就算是我妈那么说你，你还是会来医院找我，你还是会给我爸发信息，让他来医院救我。这几天，我躺在病床上，我哪儿都动不了，我就一直在想咱们俩以前在一块儿的时候，我就想咱俩第一次见面，在咖啡店。我是一条小小的蚯蚓，躲在雨后春泥中呼吸，没有铠甲柔软的身体，没有暴露在阳光下的勇气。我就在旁边那么看着你，我当时就想，这世界上怎么有这么可爱的姑娘？真的，真的，莹莹，我躺了多少天，我就想了多少天。我告诉我自己，如果这辈子一定要有一个人陪我一直到老，那个人只能是你。可是，在饭店，你丢下我跟我朋友就走了，然后马上就交了一个新的女朋友。对不起，莹莹，我以为我跟别人在一起，我就能忘了你了。在车站看见我，就像看见鬼一样。对不起，莹莹，都是我错，莹莹。是我以前我不知道该怎么爱一个人，我已经跟老家那个女孩说清楚了，我也跟我爸妈说清楚咱们的事儿。我爸现在就在他老家呢，已经把我们的婚约解除了。莹莹，我只想跟你在一起，我想保护你，想照顾你。以前都是我不对，可我以后不会再让你受委屈了。我也不知道该再说什么了，要不你打我一顿吧，或者你说你怎么才能原谅我？我听你的。我不知道，我每次谈恋爱都谈得稀里糊涂的。我想这次先自己好好想一想，等我想清楚了以后再跟你说话。好，那我等，我多久都等。所以应勤道歉了，不光是道歉了，态度非常诚恳，跟前女友也分手了，婚约也退了，还说要重新追求小蚯蚓。然后呢？那个傻蚯蚓他答应了吗？还没有。小蚯蚓说他一谈恋爱就犯傻，所以这次一定会好好考虑清楚再做决定。啊，对了，应勤还说会让他妈妈向小蚯蚓道歉。其实吧，我对应勤妈妈的意见挺大的，但对应勤还好，毕竟他救了莹莹，两个人之前在一起也挺甜蜜的。主要是咱们家莹莹喜欢他呀。我同意。我觉得，其实应勤的人品不坏。所以呢？所以说他要想分手就分手，想要复合，小蚯蚓他就得答应。也不是这样。经过这件事儿呢，小蚯蚓长大了不少。我本来还想提点他两句，后来我想，
我提点他什么呀？平时我这嘴上啊，理论是一套一套的，可是真到自己了呢，你看我跟王百川，不还是磕磕碰碰的呀？樊姐，我发现你越来越有自知之明了。你别闹啊！告诉你们是为了让你们有个心理准备，谈恋爱啊，如人饮水，合不合适只有自己知道。也不是说犯过错就不能原谅的，所以这次啊，就得看小蚯蚓怎么决定了。我们谁都不应该去干涉，尤其是你啊，小曲，你这冷嘲热讽的杀伤力可太强了，而且你总是杀不管埋，你呀是最容易干涉他感情的。对，同意，你就这样。我也同意。好吧，这次我就不扯他后腿了。但是有一点，他必须要对小薰衣好，10倍100倍的好。他要是再敢欺负我徒弟，我就让他生不如死。成交。加。也有属于他的灿烂和欢乐。生活可以是繁花着锦，也可以是静水深流。工作、爱情、友谊，都包含在生活里。这个城市有无数的人在过普通的生活。22楼的姑娘正在努力把普通平凡的生活过得更加认真，更加热烈。生活如同空气，漠然无语，不可或缺。过有滋味的生活，才是世界上最难、最了不起的事。哎，你的快递，我的，谢谢。别买东西。我帮你做的，开网店应该用得上。莹莹，之前看你一个人打理网店挺累的，我偷偷给你做了几个软件，后来发生了不少事，一直没来得及给你。财务记账软件是我专门给网店设计的，能自动统计库存和顾客喜好，购买一定数量还会自动给出折扣，操作起来很方便。网店装修软件是给你更新产品使用的，只要把图片和文字放进去，就能自动生成排版。还有 A/B Test 软件，是我们一个供应商提供的。能把进网店的用户进行分流，测试他们的购买习惯和喜好。我不会花言巧语，也没什么可辩解的。我做这些，只是希望能帮你的忙，哪怕帮上一点也好。你说了让我等，我就等，我不会打扰你，也不会勉强你做任何决定。要是你真不喜欢我了，那也是我咎由自取的。我也不知道该说什么好。我只想告诉你，不管你做什么决定，我都喜欢你，只喜欢你。莹莹，你是这个世界上最可爱、最好的姑娘。东西我收到了，我现在过去找你。
莹莹，你还是来了。我刚才，我说来了，我肯定就会来的。我刚才一直想给你打电话，我还以为这么久没到，你不来了呢。我有话要问你，你说，你是因为想结婚才找我，还是因为你真的喜欢我找我？我是真的喜欢你。说实话，以前吧，我也觉着，这谈恋爱好像就是为了结婚，好像到了某个年龄就该找那么个人。可是现在我明白了，如果不是你喜欢那个人，结婚根本就没有意义。可是我挺笨的，我没有安迪那么优秀，小曲那么聪明，更没有关关跟樊姐那么善解人意。我喜欢你跟这些没关系。即便我之前谈过恋爱，跟你想象中不一样，你还喜欢我吗？喜欢。那如果你父母不同意，不支持我们在一起呢？那我也喜欢，我就是喜欢你。我已经跟我爸妈说过了，我不会再去相亲了。我也不会再跟任何一个女孩交往，我喜欢的是你。以前我最在意的就是他们的感受，可是他们不能代替我生活，可我能代替我喜欢谁。你笑了，你原谅我了，你原谅我了。邱莹莹，妈。你什么时候来的？阿姨，我有话想跟您说。我刚刚跟应勤确认过了，他喜欢我，我也喜欢他，哪怕他之前做错过事情，哪怕我知道我们在一起会有很多问题，可是我还是想给我和他一个重新开始的机会。阿姨，我来找应勤，是因为我真的很喜欢他。我不想就这样放弃一个自己喜欢的人，可是我也不想像以前那样，为了爱一个人，可以连自尊都没有；为了留住一个人，可以什么都做。那样也不是现在的我。我记得上次我跟你说的很清楚了，我们家不接受你。我知道您对我有偏见，没错，我之前是谈了个男朋友，可那个时候我以为他是真的喜欢我，没有想到最后他不是真的喜欢我。直到我遇到了应勤，我才知道什么是真正的喜欢，什么是真正的爱。跟他在一起，哪怕什么都不用干，都觉得特别开心。他会在意我的感受，他会觉得我是这世界上最可爱、最漂亮的女孩。所以，就算后来发生了那么多事情，我还是想他，甚至忍不住来找他。这恢复的不错吧？腿上的伤也基本上愈合的差不多了，这各项指标也都比较稳定，应该没什么问题。哈，谢谢医生啊，不客气。记着叮嘱他一定要坚持复健，避免影响细微的动作。好的，好的，好，我去查房。哎，别忙，别忙。姑娘，你没有觉着这都是你一厢情愿吗？这不是一厢情愿吗？我也喜欢莹莹。阿姨，我跟您说这么多，不是为了辩解什么，我只是想让您知道，我不是您想象中那种人品差的女孩。我对应勤是真的，我希望您可以公平地对待我。就算您再不喜欢我，请您试着了解我以后，再做出正确的判断，可以吗？那你的意思是，
想让我原谅你？不，我没有做错任何事情，我不需要您的原谅，我只是不想让您误解我。爱情是平等的，也许在您心里，应勤比我优秀很多，可是在我看来，我们的关系就是平等的。我喜欢他，他也喜欢我，就算您不喜欢我，我也要跟他在一起。还有，之前的事，我想您欠我一个道歉。您不光看清了我，也看清了应勤。我道歉？妈，莹莹她说的对，之前的事情本来就怪我，要不是我听你们回家去相亲，莹莹她根本不会挨打，她根本不会受这么多委屈。我一直，咱们家都欠人家一个道歉。你们现在，你们说的都是天花乱坠的。那如果要是在了一起，后悔怎么办？不会的，妈，我们俩都已经想好了。爸，这么说，你就是邱莹莹？叔叔好，您是应勤的爸爸。你刚才说的话我都听见了。对不起啊，叔叔，我刚才跟阿姨说话的时候不是很有礼貌。孩子，谢谢你给我发消息，要不然应勤到现在还在他们手里。我也是不想让他们再折磨他了。你是个好孩子，我替应勤妈妈跟你道个歉。以前我们不知道应勤已经有喜欢的人了，才让他去相亲的，受委屈了。没有，我也有做的不对的地方。我明明知道应勤有女朋友了，还跑出去见他。就是嘛。不怪莹莹，我去找的他。也怪我们管教不严呢。对方动手是不应该，但应勤有错在先。我去过那个女孩家了，问题都解决了。这件事情啊，到此为止。孩子，你的医疗费、误工费，应该由我们来承担。不用了，叔叔，我伤都已经好了，而且我这样太不好意思了。这有什么不好意思的？以后我们就是一家人了嘛。哎呀，你说说你，什么都还没弄清楚呢，糊里糊涂就答应了。你没看出来吗？应勤喜欢他，在拼命的挽回呢。莹莹这孩子，看着也不像随随便便的人，性子直，待人又热情，比那个好相处多了。我是觉着邱莹莹家的情况，咱们也不是最了解。她学历没儿子高，工作嘛也一般，我就觉得配不上应勤。哎，可是我观察了一下吧，他对应勤还真是好。俩人还挺合得来，尤其是刚才说那些话，小姑娘不错，不像是那种轻浮不懂事儿的。对，还挺有胆气，面对你不胆怯，我很欣赏。那接下来怎么办？怎么办？让他们自己相处啊。孩子大了，他们自己的事情由他们自己来决定，不能像以前那样，什么都我们来管。不管怎么说，孩子们真心相爱那是最重要的，你说对吧？是。好了，这段时间你不是要陪孩子养伤吗？你这个未来婆婆还可以再考察考察呀。行。姐妹们，刚才做了一件很疯狂的事儿。什么疯狂的事儿呀？我不说，等我出院了，等大家到齐了，我再告诉你们。这还神神秘秘的，行吗？真不是，这次我住院，多亏了姐妹们的帮忙，真的，我真心谢谢大家，
所以这件事情我必须要当面隆重的告诉你们，我爱你们，么么哒。叶子，莹莹，哎，你在哪儿呢？我在家呢。你赶紧来店里一趟，咱店里账目好像有点问题，老板在这发火了。你等着我啊，我马上过去。好，快点。叶子，叶子。莹莹，我喜欢你。我知道我这话已经说了很多遍了，但我好像从来没这么认真的跟你表白过。你知道吗，莹莹？在我遇到你之前，我的生活里好像只有我爸妈、各种考试，还有一串串代码，一切都那么安静的进行着。我觉着像白开水似的，没什么颜色，也没什么味道。可是我没觉得有什么。我甚至一度以为生活的原貌就应该是这样了。直到遇到你，我才能知道，我可以那么想念一个人，我那么想跟他每天都在一起。我特别想把世界上一切好的东西都给他。他那么好，那么善良，那么单纯，他会担心我的一切，甚至我做出那么混蛋的事情，他都愿意原谅我。我知道这么好的姑娘，我一旦错过就再也遇不到了。圆圆，我等这一天等了好久了。我爱你，谢谢你为我做的一切。从今以后，让我来照顾你，行吗？娘娘，嫁给我吧。莹莹，你别哭啊！你别哭，你别哭，我是哪儿说错了？今天好帅呀！我愿意。真的？吓死我了！你们怎么来这儿了？我们就是要在这儿啊！我在后面听的眼泪都要出来了。是我叫他们来了，我想给你个惊喜。谢谢你们，谢谢大家，这么不计前嫌的帮助我。我知道你们都是莹莹最好的朋友，有你们在场见证，我这求婚才算是完美。要对莹莹好啊，不然揍你啊！就是，你别
不用感谢我们，你记得上次怎么挨打的就行。你要是再敢欺负我们家莹莹，我告诉你啊，22楼我们是不会放过你的。你放心，从今以后，我不会再让任何人欺负妍妍，包括我自己。我跟你们保证。这还差不多。滚他！莹莹放大招了！笨蛋，带左手。啊！重来。我是一条小小的蚯蚓，睡在洒满金色的大地，落叶给我温暖的棉衣，伴我抵御寒冷的冬季。虽然我是一条小小蚯蚓，虽然我很渺小像毛萍萍，虽然花间成蝶不是我的命，但我拥有一颗勇敢的心。